司令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应该在医院给徐光耀办手续吗？光耀哥上午要输液，我下午去就好了。哦，本来昨天要请你吃饭，又没有请成，要不我今天补请你啊？昨天虽然没有吃晚饭，但是夜宵我吃了呀。我们昨天没吃夜宵啊。你再想想。你下边等着吧。婉清，我得走了，你乖乖等我，好吗？嗯。走了，等我。走了。哎，婉清，你怎么这么晚还不回去啊？你下午干嘛去了？哎，怎么了？我下午看到穆婉婷在你车上。哦，你之前说有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不能跟我提亲，不会是跟她有关吧？嗯。你不会是想金屋藏娇吧？你笑什么？我又不傻，我藏谁也不能藏他呀。那你还想藏谁？哎，不是，动动脑子，我都有你了，我怎么还会喜欢其他女人呢？吃什么醋啊？那我也是个女人啊，我也会吃醋的。你至少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？来，本来想等事情更有把握我再告诉你，但既然你看见了，我如果不说，你可能会乱想。到底怎么了？害死你哥哥的凶手另有其人。这10年来，他手上一直沾着我哥哥的血。他是怎么做到和我爸爸做朋友的？婉清，在徐伯君眼里，所有人都是可以被利用的棋子。他跟你爸爸交好，只不过是贪图穆家的财力。他就是个畜生。我知道这件事情对你影响很大，我才一直犹豫要不要告诉你。谢谢你。如果不是你，我都不会知道真相。傻瓜，我
不仅要让你知道真相，我还会替你讨回公道。可他是徐伯君啊，你这是鸡蛋碰石头。我哪一场仗不是险中求胜？这一次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吧？可如果你真的这么有把握，你为什么不告诉他我们的关系？我是怕徐伯君起疑心。你更怕万一敌不过徐伯君，会牵连到我，会牵连到穆家。如果赢了，你就正式向我家提亲；如果输了，你就一个人承担，让我全身而退。婉清，我和他之间终有一战，所以即便没有你哥哥的事情，我们都不可能维持下去的。所以不管我反与不反，他早晚都会对我下手的。所以你说的一辈子，是赢了才有一辈子，输了就没有了，对吗？我如果这输赢要拿你的命去换，我宁愿不要。傻瓜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扳倒徐伯君，我也一定会向穆家提亲，说好了一辈子，一天都不会少，啊！我们已经分开6天10个小时了，我想死你了。哪有那么久？而且我还给你打了电话。那不行，打电话又听得见摸不到的，还不如不打。那这是你说的哦，我以后就不给你打电话了。反正我每天都很忙，根本就管不到你。别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开玩笑的，我巴不得天天都见到你。但是就像你说的呀，我们现在在紧要关头，为了扳倒徐伯君，我们必须要忍耐。是啊，我真希望这一天能赶紧到来，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你娶进门，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了。你今天为什么会来这里见我啊？哦，我是要去工部局，你们华商总会离这儿也不远，而且这里是租界，所以徐伯君的眼线根本进不来。去工部局？民团出什么事了？啊，没有，我去找费安顿，让他给我介绍几个西药厂商，去买点西药。买西药？你明明知道我爸爸就是卖西药的，为什么不找我？没有，就是看你最近太忙了，不想麻烦你。你麻烦我不是应该的吗？是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？没有啊，没有。那你告诉我你要买什么药？阿司匹林和奎宁。阿司匹林和奎宁，这2种药都是管制药品，而且是前线作战部队常用的。
你要给谁买啊？一个朋友。南边的朋友。你怎么猜到的？奎宁治疟疾，而疟疾是天气热的地方才有的传染病。婉清，我不瞒你了，我卖这些药品是为了给我一个故人的。他虽然在为南边做事，但他曾有恩于我，我必须报答他。有恩必须要报，这个药我来帮你买。好。好了，那公司还有很多事情，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别啊，这么快就走了？我还没报够呢。我们刚才不是才报过吗？你现在又不在司令部上班，我又见不到你，你也不管我。那我怎么样才算管你呢？那光耀今年啊虚岁25，去年在陆军总部当了1年的参谋，如今在沪上任职，也算是独当一面了。不过这一个人过日子总不是个事情，我想啊，是该给他讨一门亲事了。俗话说得好，成家立业，男人嘛，总得有个家，做事才有底气。听督军的意思是，光耀贤侄看上我们家婉清了。婉清这孩子得体大方，又跟光耀做过秘书，两人情投意合，很是般配。是啊，婉清和光耀从小便相识，青梅竹马。光耀呢，又是这样的人品才华，能够有光耀帮衬，我放心了。好。爸，我这才刚接手穆家的生意，千头万绪的，而且纱厂还在亏损，我实在无心考虑婚事。婉清，之前是我唐突了，我不该私下跟你表示的。父亲已经责怪过我了，我向你赔个不是。这么说，婉清，光耀已经提过这件事情了。婉清啊，这么大的事情，为什么不告诉老爸？婉清啊，他人品大家都看到眼里了，私定终身，与理不合。婉清啊，你拒绝光耀是对的，这小子他没规矩，不能让他轻易得手啊！徐伯伯，爸，我之前拒绝光耀哥呢，倒不是因为唐突。之前穆家舞会，我们把联姻的事情暂时搁置下来，是因为当时战事紧急，我们怕有损督军府的名誉。但是现在这南方的战事更紧了，如果重提婚事，只怕会遭人诟病啊。不，我倒不这么认为，我倒认为恰恰是缘分到了。如果当时那个事情成了，光耀就错过你这个真正的穆家小姐了。这是命中注定，你们俩要成就一段姻缘。这只怕有人嚼舌根，说督军府不打理军事。怎么会呢？时局不稳，徐穆两家更应该相互帮衬。穆公啊，你看这小两口真是一对璧人。是，督军啊，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能够得到督军府的垂青，是我女儿莫大的荣幸啊。穆公你放心啊，今后婉清就是我督军府的少奶奶，凡事有督军府为她撑腰。穆公，我看择日不如撞日，
不如咱们趁热打铁，订婚仪式就安排在下月初8，那是个移婚嫁的黄道吉日。好，能够得到督军府的垂青，那也是我们家晚清的荣耀。听督军的安排。好好，来，喝茶。爸，我突然想起公司还有些合同要签，我就先走了。婉清，你不听完郎老板的《龙凤呈祥》了吗？我也不懂戏，你们听，我先告辞了。晚清啊，徐督军啊，公司最近生意颇多，晚清心情不佳，多有不周，还望督军和贤侄多多谅解。我倒是挺喜欢婉清这个爽利的性格啊，是个能干大事的姑娘。光耀啊，娶了这么能干的媳妇儿，你可不要被比下去啊！啊，父亲说的是，儿子自当更加努力。好，走，听戏去。好，请。婉清，你都听到了吧？我一定要去跟爸爸说清楚。别轻举妄动，我有办法。各位，我相信大家都看到了《火花报》的这篇报道。这篇报道上说，我和穆婉清小姐有不寻常的关系。众所周知，下个月初8就是穆婉清小姐和徐光耀先生的订婚仪式。这婚姻大事不能儿戏，本着对2位新人负责任的态度，我决定在穆婉清小姐出嫁之前，对这篇报道做2点澄清。第一，这篇报道用暧昧关系形容我和穆婉清小姐，实在是欲盖弥彰，所以我今天决定在这儿宣布，穆婉清小姐是我要追求的人。虽然她还没有答应我，但是我相信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。第二，我认为，即便穆婉清小姐和徐光耀先生已经有了婚约，但是在2人尚未订婚之前，我仍然有权利追求穆婉清小姐。所以，我宣布，从现在开始，距离他们的订婚仪式还有8天。如果我能在这8天的时间里打动穆婉清小姐的心，那么徐光耀先生就要祝福我。如果我没有做到，我也会祝福他们。许督办，哎，光耀兄，你怎么来了？哎，你凭什么这么对我？我对你一直坦诚相待，你凭什么用这种下流的手段对我？好，你对我坦诚相待，那我也对你坦诚相待。婉清她不喜欢你，她喜欢的人是我。不可能，不可能。看见这个了吗？你跟婉清在办公室朝夕相对，你应该记得她脖子上戴的这个平安符。这是在法源寺求的，她求了2个。你凭什么？我和他这么多年的感情，为了他，连命都不要。你凭什么？凭我懂他。是，你是天之骄子，众星拱月，
但是你不懂他这10年来受的委屈，你更不懂他在穆家的处境。当初他被穆婉婷设计，差点被崔杰那个流氓侵犯的时候，你想到的是什么？你想到的只是把他带在身边，当你的私人秘书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婉清是无辜的，他为什么要退让？为什么要妥协？而我要为他做什么？我愿意为他扳倒所有伤害他的人。你说我凭什么？原来你早就对他……对，我早就对他动心思了。他这辈子只能是老子的女人，你放手吧。我和他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你以为区一个平安府，穆公会承认你这个女婿吗？可是他不爱你啊。他会爱上我的，只要我和他成亲以后，我足够对他好，他会爱上我的。你不是这种人。是，从小到大我都温和谦让，但是这一次我不打算让路。我追求我喜欢的幸福有错吗？你凭什么认为我给不了他幸福？你能给的，我都能给；你给不了的，我也能给。我凭什么要让？凭什么？就凭他不可能爱你。这一拳，我不还手，不是因为我理亏，因为你不知情。但我要告诉你，你这辈子只能是他哥哥，因为你们徐家欠他一个哥哥。你什么意思？你跟我去个地方，你就知道了。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我也知道。他毕竟是你的父亲，但是他多次暗杀闵大成，甚至想杀死穆婉婷，就是为了掩盖当年的罪行。还有，上次在医院的时候，那2个刺客对你手下留情，你应该有所感觉吧？令尊是什么样的人，我想你心里应该很清楚。如果你想保住婉清的命，就不要把你听到的、看到的告诉任何人，尤其是你的父亲。谭司令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说。你真的爱他吗？爱。有多爱？嗨，老子天不怕地不怕一辈子了，但遇见他，我知道什么叫怕了。不敢死，怕他会伤心，更不敢输，怕给不了他幸福。
记住你今天说的，好好对他。光耀兄，放心，我愿意为他挡住所有的黑暗，更愿意为他在黑暗中找到最后一丝光明。我只是希望他幸福，哪怕这幸福里没有我。晚清有你，是他的幸运，真的。希望也能成为他的幸运，否则我不会放过你。我该走了。我想跟他好好。好。到这里。去吧。光耀哥，谭司令都告诉我了，我知道，比起跟你受的伤害来讲，道歉实在是微不足道。但是我还是想告诉你，对不起，安晴。光耀哥，你父亲做的事情和你没有任何关系，这句对不起不应该由你来说。你还愿意叫我一声哥哥，我很高兴。你别这么说，你的好值得所有人的仰慕和喜欢，能被你当作妹妹一样疼爱，是我这一辈子的福气。谢谢你。你爱他，对吗？那我祝福你。我要回悦城了，我可以抱抱你吗？总不能让我白等这10年吧。
以后我还是你的光耀哥哥，只要你需要我，我都会一直在你身边。谢谢。再见，婉清。放心吧。没事吧？那边有人盯着，我们离开这儿。带我们去哪儿啊？现在，这些探子肯定会把我们的位置报给徐伯爵。闵大城藏身的地方有危险，我们得转移他。走吧。兄弟们，今天都给我好好玩玩，吃喝都算我的，啊！但是有一样啊，不能给我瞎搞。谢司令，走，走，抬上去。我操，没来过。来吧，婉清，我们喝一杯。别紧张，有你男人在，什么都不用怕。我知道你天不怕地不怕。我现在最怕的就是你不理我。你又不正经。都准备好了。来吧，我的穆小姐，请您跳支舞。怎么不早告诉我要跳舞啊？现在说也不迟啊。来，你说你一直在带兵打仗，那你怎么会跳舞啊？唉，这也是没办法呀。这几年不光要打仗，还要搞交际，就陪那些阔太太们跳跳舞、打打牌什么的，很辛苦的。歪门邪道，怪不得你那么油嘴滑舌。我骗你的，你还真信？那你听好了，以后有我在呢，你不用替谁打仗，你也不要去求谁给你出钱。我和整个穆家都是你的后盾。那就是你养我了？当然啦。各位，从今天开始，穆小姐就是我谭玄林的人了。好。
老子救火！救火！快！救火！水！快！慢点！快！着火了！快点啊！快！着火了！快呀！快！行了，兄弟们，该吃吃，该喝喝，给我好好玩。干嘛还出这个风头啊？盯着你的人还不够？我就是想要在舞会上比徐光耀出的风头大，我就是要盖过他。以后啊，谁再提起穆家大小姐，不会再想起穆家舞会，只会想起百乐门。没想到不仅无赖，还幼稚。徐副官，什么情况啊？让你亲自来查。谭司令，穆小姐，二位可真是够有雅兴的。我们刚刚接到举报，说百乐门里混进了革命党，巡捕房正在搜查。若真是属实，那可就是谭司令玩忽职守了。哟，这还没搜到证据呢，就这么快给我定罪名了？没有最好。谭司令是督军的门生，还是谨言慎行为好啊。好，谢谢副官的提醒。司令，婉清小姐到了。婉清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穆公馆门口都被记者给堵了，谭四带了好几个兵才把我接出来。那不比上次你和徐光耀跳舞轰动多了吗？还不是拜你所赐，还嬉皮笑脸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那我们总算是能光明正大的出双入对了。我做梦都要笑出声了。我的谭司令，谁笑到最后，谁才是赢家。来，但是呢，想要笑到最后，就得陪我去趟北京。去北京干嘛？司令，那我先出去了。嗯。你们有事儿吗？那我们就在门口，谭司令有需要随时吩咐我们。好。这两个都是徐伯钧派来的吧？没错。那卷胶片你到底放在哪儿了？我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吗？放心，我们家司令大人从来都是运筹帷幄。长得还挺好看。我也这么觉得。
自恋。哎，刚刚那2个人来翻了一个底朝天，也没有找到。你到底把胶片放哪儿了？你猜？箱子夹层。箱子夹层连你都能发现，我有这么蠢吗？什么叫做连我都能发现？未必你比我聪明啊。对啊，当初你拿了我的布防图，把你都赔给我了，你说谁聪明啊？那你到底放在哪儿了？这样，我们打个赌怎么样？如果你赢了，我给你一个奖励；如果你猜错，那就得给我一个。你怎么可以让4小姐去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？哎，她精明得很，这种瞒天过海、暗度陈仓的事儿，她习惯了。哎，话说回来，我的那个奖励是不是应该兑现了？什么奖励啊？那要是我赢了呢？你要给我什么奖励？你赢了呀！你这不是无赖吗？这是公平的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之前盯4小姐那么紧，她去找裴少军，你死活不准。现在她要去北京，你倒是准了。那徐伯君盯我盯得那么紧，我有什么办法？那如果是你，有办法吗？亏得4小姐愿意帮你的忙。她，她巴不得去北京去见裴少军。真是亲兄妹都爱折腾。我们不是爱折腾，我是他唯一的哥哥。如果我把他养在深闺之中，不让他经历任何的风雨，那他根本不可能知道这世道人心。所以，想让他平安一世，必须让他见识见识，知道审时度势。你是个好哥哥。真是我的好老婆，都知道心疼小姑子了。谁要嫁给你了？哎，不是，那亲都亲了，报纸也上了，你要是不同意，可没人要你了，啊？二哥，立正。裴督军，你能亲自前来迎接，谭某倍感荣幸。谭司令，如今已是名副其实的上海王，难得裴幕府监军北上来京，我裴某当然要尽到地主之谊了。督军，我此次前来呢，是为了带舍妹回去。这个丫头私自跑出去，给您添了不少麻烦，我这个当哥的，真的是羞愧万分。麻烦谈不上。谭小姐性格活泼、爽快，与我老裴很是投缘。我们俩现在已是忘年交了啊！谭司令、穆小姐，督军府内早已备下薄酒，专为二位接风洗尘，请。请。裴伯父，请。你看这丫头，二哥，行啊，马屁拍得挺响啊。这可是我未来公爹，我不得好好巴结巴结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件事办完，立马给我回去。这又不是你的地盘，我回不回去，你说的不算。臭！好了，去吧。你们去督军府附近盯紧唐玄龄，我去给徐副官拍电报。
有事我们悦城会馆碰头。好。哎，小四，怎么没看见你那心心念念的裴少君啊？哎，你可别提了，他把裴督军给惹了，现在被关了禁闭。他都被他爹关禁闭了，你倒是在裴军面前混得风生水起，厉害啊！那可不，你还不了解你妹妹吗？这个世界上，只要是我想讨好的人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哼，年纪不大，本事不小啊。二哥，那我可没您老奸巨猾，连上海第1千金都能骗到手，厉害！嫂子，回去收拾你。我告诉你，二哥，我现在可是有嫂子的人了，你要是再敢打我，我就让我嫂子收拾你。嫂子，我二哥怎么把你骗到手的？你不该问的别问啊！这是谭司令上任之后头一回来北京，高兴，喝酒，来，大家伙共同举杯。裴督军盛情，谭某确知不恭了。请。穆小姐，你和谭司令的事情，裴某早有耳闻。美人配英雄，可喜可贺。谢谢裴督军，我和谭司令在上海还小心翼翼，我们的关系登报以来，您是第一个祝福我们的。应该的，男女之事讲究的是你情我愿，只要你俩高兴，天王老子都管不着。徐伯钧这个老贼想利用权势逼你就范，这是他理亏。我裴某人虽然是个粗人，却也见不得这种棒打鸳鸯的下作手段。裴督军，既然您不愿意棒打鸳鸯，那我跟你儿子裴公子这事儿……小四，嘴闭上。哎呀，裴督军，真是不好意思，这丫头啊，从小就欠管教。哥，如果都有冒犯，我替她给您道歉了。哪儿的话，不足挂齿。我没冒犯，裴伯父挺喜欢我的。说的一点儿都不错。我很喜欢她，这个小丫头还真是让人疼。这千里迢迢的到北京来看我，还特意给我带来了一份见面礼。裴督军，单独聊聊。好，左参谋，招呼大家喝酒啊！穆小姐，先失陪。请，请。怎么了？一脸不高兴的。那个榆木疙瘩，回回都是我热脸贴冷屁股，真不知道我上辈子欠了他什么。那要不和我回上海？那不行，我这个人吧，我最讲信誉了，上辈子欠的，那这辈子一定要还，不能来找。你这嘴上说是榆木疙瘩，心里还是舍不得啊。嫂子，你能不能求求我哥，让我留下吧，好吗？裴伯父，不是，您这是要带我哥去哪儿啊？裴督军，有事好商量吗？何必动枪啊？说得好，有事好商量。但是谭司令呢，算盘早就打好了，他可压根儿没想跟我裴某人商量。
裴伯父，我哥他这个人就是嘴贱。如果他说什么您不高兴、您生气了，我替他给您赔个不是成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给我闭嘴！谭小姐、穆小姐，请二位移步。我们裴府从来没有对女人动手的习惯。走。你给我起开！你们今天谁也别想带我哥走。我是女人，你们谁敢动我？好了，小四，我是跟裴督军去办正事儿的，放心吧，没事。有正事儿聊，这么多人带枪，这不是假钱没谈拢吗？他们想强卖，是不是？好了好了，小四，你哥办的是正事儿，别添乱。带走，正事带走。放心，很快回来。哥，放心，他有分寸。嫂子，我哥不会有事儿吧？没事，你哥啊从来不打没有准备的仗，他心里都有数，放心啊。好，谭司令。哥，我明天就让高等审判厅启动重审，并给越城督军府发传票，传徐伯钧马上赴京，配合审查。裴督军放心，人证交给我，绝对不会出岔子。今天酒喝的不尽兴不算啊，等扳倒了徐伯钧，我们再庆功畅饮。好。请。没事吧？没事。原来这男人不仅善变，还反复无常。二哥，你和裴督军到底怎么回事？明明你们刚才还动刀动枪的，这怎么突然间就勾肩搭背了？你们俩这关系还真是扑朔迷离。学着点吧，大人的世界你不懂，大人的世界就是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别逗四小姐了，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办妥了。他答应事成之后不会染指上海。果然你吃准了他的心思，一切都在你的意料之中。不是嫂子，我怎么越听越听不懂了呀？这你们俩关系不是不好吗？他怎么跟你妥协了？他拿枪顶着我，就是想找到闵大成，想把利益一个人全部吞掉。那你交了吗？你傻呀！我当然不能交，而且我还把闵大成藏在一个他想带走都带不走的地方。这北京还有裴督军找不着的地方？我不信。就是外国使馆。二哥，你还真是老奸巨猾。但是，我哥这么算计裴督军，这万一他以为我俩是一种人，那我在我未来公爹心目中的形象，不全让你给败坏了吗？什么公爹？事成之后赶紧给我回去，知道吗？回什么回？你嫂子，你看我哥他逗我，哎，光老弱妇孺我就占了3样，你好意思吗你？嫂子，你看他还逗我，逗，找死呢是吧？我没揍你是吧？你等着，那个死丫头！早知道她这样，我就应该把她带在身边。你不知道你刚刚不在的时候，他多担心你。他呀，就是嘴巴硬。婉清，我跟你说，事成之后，如果他不愿意回上海，你要帮我好好劝劝他。总之，他不能留在这儿了。他还让我劝你呢，你们两兄妹闹别扭，让我一个外人在这左右为难。你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可是我未来的老婆、未婚妻，怎么能是外人呢？你不会是想要反悔吧？那我可要盖个戳，宣誓一下所有权了。你别闹，这里这么多人，被看见了不好。就是让他们看的。
哎，你挠我！哎，你别动，别跑！哎呀，这个谭玄礼还真是没羞没臊。他是想告诉我们，因为穆婉清，他和徐家明面上的那点体面早已被撕得干干净净的了。对付徐伯君，他是我们最好的盟友。但是这小子诡计多端，心思叵测，不是可交之人。因利而聚，利尽而散。我要用他手里的那副好牌，认认真真的胡上一把。谢谢。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在这都坐了半个小时了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这徐伯君派徐远代为出庭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。高等审判庭既然决定重审，他如果拒绝出庭，岂不是不打自招？他自己不来，派个副官来，就算输了官司，也没有性命之忧啊。对，你说的对。但是问题就在于，他为什么要派徐远来？慢点。没事。你想啊，我们现在人证物证俱全。不过徐伯君肯定是心知肚明，这次翻案肯定是我和裴勋一起想联手搞垮他。如果他什么都不做，那肯定是输定了。如果他以生病为由，拖延开庭的时间，那就能为自己争取到挽回局面的时间。可是现在呢，他什么都没做，只是陷自己于被动了。你说的也有道理。其实，我早就做好了徐伯君拒不出庭的准备。这徐家的眼线一路跟着我们。我带裴勋去大使馆找闵大成的时候，我还故意给他们留了破绽。我原本以为，这徐伯君会先设法杀掉闵大成，只要他在使馆区动手，我就能立马抓他个现行。即便徐伯君拒不出庭，我们也能立刻开庭审理他谋杀证人一案。顺便连带出10年前的旧案，但是我真的没想到，他这么爽快的就派自己的亲信徐远出庭，没道理。除非他派徐远来，就是为了挽回局面。嫂子，你能想象自己在家就跟坐牢一样的感觉吗？又嫌你哥管你太多啊？我没说我哥，我就是在想，这个裴少君，他自己在督军府，就跟坐牢一样，心疼啦。谭小姐，穆小姐，我叫少帅呢，想请你过去一趟。裴少君找我。少帅有些书呢，想给你看看。告诉他，让他等着。行，那我先走，你抓紧。嫂子，这主要是我也没说要找他看书啊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他一定是被我打动了。这俗话说得好，一日不见，如隔三秋。哎，嫂子，你说这个裴少君，他是不是就在找借口？其实他就是想见我而已。
但是我觉得这倒不像是裴公子会做的事情啊。要不我陪你一起去吧？你一个女孩子家这么晚去也不好。真的啊？你真是我亲嫂子。你呀。裴公子，我们过来拿书，可以进来了吗？进来。裴公子，裴公子，裴公子莫怪，只是实在太晚了，你让桑玉一个姑娘家自己过来，实在不方便，免得人家说闲话。穆小姐说的对，是我考虑不周。裴公子，你是不是想我了？你要是想我，你就直说呗，找什么借口啊？谭小姐，我找你来呢，是有件事儿，觉得应该让你知道。这么晚了，你们干嘛去啊？谭四，你在这守着。当了上海王又能怎么样？还不是被老婆管着。怎么了？我刚从裴少帅那儿过来，他说裴勋和徐远私下在接触。这么晚了，你去裴少军那儿干嘛？你能不能拎得清啊？这个时候还瞎吃飞醋，万一裴勋把你卖了呢？因为这个呀，裴少军被关禁闭，连他都知道。你男人能不知道？那你想好怎么办了吗？万一他们私下勾结，转过来对付你呢？来，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啊。徐伯钧不管给裴勋开出什么样的条件，都不如他自己倒台，对裴家更有利。裴勋之所以跟他暗中接触，不过是为了给我施加压力，逼我让出更大的利益出来。你就这么有自信？你想啊，裴少军现在连门都出不去。如果裴勋不想让他知道，他哪来的消息？还有，徐伯钧和裴勋一起去参加穆家的舞会，不就是为了筹军饷吗？也是啊，那你打算怎么做？我准备去找廖先生，通过使馆的关系，在国外的报纸上刊登徐伯钧旧案重审，把消息放出去，造成舆论压力，逼裴勋开庭。不行，你这么和他硬碰硬，万一把他逼急了，他就算扳倒了徐伯钧，也会反过头来对付你。既然他要的是军饷，那咱们就给他军饷。他就算看在钱的面子上，也一定能放咱们回上海。婉清，这不是小数目。不怕，我付得起。你付？哎，你忘了你在百乐门说过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我的人，我来养你啊。你这样，我就真成吃软饭的了。再说，穆伯父能同意吗？现在的穆家我说了算，而且这一次官司，我们肯定会和徐伯钧彻底撕破脸。如果能用钱买来裴勋对穆家的支持，倒也不亏啊。行，那我明天去探探裴勋的口风。不用你去，我去就好。你去？以裴督军大男人的性子，要是你去啊，他肯定锱铢必较。但是我就不一样，我一个姑娘家，他和一个小姑娘斤斤计较，面子上也过不去啊。而且看他对你妹妹的态度，他对待女孩子容易心软。不行，锱铢必较就是锱铢必较，我不同意。怎么就只许你和阔太太打牌跳舞，走走夫人路线，就不允许我搞搞夫人外交啊？我开玩笑的，我不想你去。你现在还不是我穆家的女婿，要是你去，岂不是慷他人之慨？而且我穆婉清现在是穆家的当家人，我总不能像个小媳妇一样，一遇到事就躲到男人身后，那也显得我太没能耐了。但好啦，我肯定会有分寸的。
开门吧。徐远去了悦城会馆，是，而且他还换了便装，戴了顶帽子，一路上十分的警觉。我们的人跟得很远，才没有被发现。他跟左参谋谈完话，还去了哪儿？我们的人一直盯着，左参谋走了以后，他就一直没有出过门，直到天黑了，才去了悦城会馆。他不去给徐伯钧发电报，去悦城会馆做什么？徐伯钧来北京了。回来了，来，坐。怎么样？他没有为难你吧？累死我了。哎，汤，谈妥了吗？嗯，谈妥了。那谈妥了，怎么一脸不高兴啊？见过贪的，也没见过裴勋这么贪的，1分钱不出，活全我干，给他8成还嫌少。果然最狠的还是这些拿枪杆子的，这是无本万利的买卖啊！夫人呢？那你说的这些拿枪杆子的，包不包括我呀？你呀，你不仅让我赚不到钱，还让我倒贴钱。哎呀，夫人辛苦了啊！谁让我说了我要养你一辈子呢？话都说出口了，也只能认栽啦。真好。二哥，原来你一直靠嫂子养啊！坐过去。那你不是成吃软饭呢？贾思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啊！哦，你的公公真的够贪的。你的裴公子呢？哦，对了，那个裴勋有没有说什么时候开庭啊？没说，他只说一定会给我们穆家一个公道。公道，半真半假吧，但是商号分红可是源源不断的好处。我估计裴勋不会再与徐伯钧勾结，胜算会在我们这边。胜算是有，就是太贵。嫂子，你别嫌贵。你想啊，这我要是跟裴公子在一起了，那咱们都是自己人。俗话说得好，肥水不流外人田。死丫头，胳膊肘往外拐，你还真把裴家当婆家了？二哥，你还好意思说我？我不过是帮裴家多说2句话，你就说我胳膊肘往外拐。可是嫂子还没跟你成亲呢，就给你花这么多钱。那你的意思是，嫂子也胳膊肘往外拐了？皮痒了是吧？啊，是不是皮痒了？啊！走了，拜拜。你别走，别走！臭丫头！你说谁胳膊肘往外拐？谁啊？夫人，来，消消气儿啊，消消气儿。夫人最辛苦了啊，深明大义，我无以为报，只能以身相许了。来，夫人喝茶。汤哦。好嘞。谢谢。
今天北京最高审判厅在这里公开审理原告穆晚清诉被告徐伯钧民国5年穆远航遇害一案，鄙人担任主审法官，现在宣布开庭。首先由书记官宣读法庭纪律。根据中华民国约法，为维护法庭秩序，请所有到庭人员遵守以下法律。当年的尸检结果说我兄长的死亡时间是在下午1点钟，但是根据我兄长手表静止的时间，判定码头轰炸的时间在下午3点钟，因此判定了徐伯钧无罪。但是这段影像可以清楚地看到，在日本客轮山东丸号进港的时候，码头已经遭到轰炸，而这艘客轮每天进港的时间是固定的，正是下午1点钟。由此看来，徐伯钧轰炸码头的时间和我哥哥死亡的时间是一致的。那么我哥哥的死亡，徐伯钧有重大嫌疑。被告，对原告提出的证据，你可有疑义？哈，原告的记性实在是不太好。当年判定徐督军无罪的最关键的因素，并不是轰炸码头的时间，而是穆远航身上的弹孔。如果说是徐督军下令轰炸码头，才导致穆远航身亡的，那我想问一下，他身上的弹孔又是怎么来的？哈哈，别忘了，当时码头可是由罗督军控制着，我们徐督军的人根本进不去。原告，对被告提出的疑义，你可有新的证据提交？我们有人证。带人证。肃静！我犯了死罪。本来昨天就该执行枪决了，多活了1天，还能挣一笔抚恤金给老婆孩子，我没有遗憾。本证人闵大成在此当庭作证，证明10多年前的绑架杀害穆远航之案，真正的幕后凶手就是徐伯钧他们一伙人，而穆远航并非死于绑架撕票，而是因为徐伯钧指使他们的手下开炮轰击仓库，造成了穆远航的死亡。此事我是亲身见证的。所以今天，我愿意站在这个法庭之上，把当年的真相说出来，以证明徐伯钧及其手下的罪行，也请求法官可以做出公正的裁决。
玄林，怎么样了？抓到徐伯君了吗？对不起啊，让他跑了。没关系，你已经让大家知道了真相，哥哥也沉冤昭雪了。可是我还是没能给你一个真正的公道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。廖先生，闵大成去按手印了，等判决书下来，你就可以带他回上海。多谢廖先生，多谢您帮忙。举手之劳。听说徐伯君跑了。日本领事馆以保护侨民为由，把人从我们眼皮子底下带走了。那个日本领事抬出外交豁免权和领事裁判权对我们施压，我眼睁睁地看着徐伯君上了日本领事馆的车，我却无能为力。这也不怪你，就连裴勋都不敢跟日本人硬顶，这换成谁都是无能为力。那个日本领事还说了，我们中国人在我们自己的国家，偏偏要低人一等，为什么呀，廖先生？裴勋带了那么多兵，在日本人面前连屁都不敢放。廖先生，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？我们革命就是为了打倒列强，除军阀，让中国不再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我现在真的不知道，我费尽心思做的这些事情，是对还是错？你让真相大白于天下，怎么会是错呢？是啊，这裴勋和徐伯君已经做好了开战的准备。一旦徐伯君不肯下野，那裴徐两家必有一战。到时候又有多少士兵和百姓要枉死？是我搅动的这场战争，而承担后果的却是他们。你说，我是对还是错？玄林，让百姓受苦、士兵枉死的是裴勋跟徐伯君，不是你。可是这个尔虞我诈、血雨腥风的年代，会把我们每一个人都裹在其中。倾巢之下焉有完卵？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。你是怕裴家和徐家开战，要是徐伯君赢了，局势会对你不利。我是真没想到，徐伯君会冒着天下之大不韪，完全不顾判决，挑起战争。厉害。婉清，过2天我得回上海，岳城离上海太近，我不放心。你明天跟我一起回上海。二哥，少君他受伤了，我得留下来照顾他，我就不用回去了吧？你天天陪伯父长，陪伯父短，人家把你当自己家人了吗？有朝一日我跟裴家开战，他捏死你跟捏死一只蚂蚁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小四，你是我唯一的妹妹，我怎么可能把你留在这儿？二哥，我这辈子就认定他了。
你要是不认下这个妹夫，那你也别认我这个妹妹了。你才认识他几天呢，你就认定他了？这是胡闹！二哥，我没胡闹。小四，你要是非带我离开的话，我会抱憾终生的，你忍心吗你？你才多大就抱憾终生？不要说话。小四，你干嘛？你快起来！你快起来啊！二哥，长兄如父这4个字，你做到了，二哥。但是现在我长大了呀，我已经不是那个需要你保护的小孩了。我可以保护自己，我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。所以这次，不管我和少君的未来如何，你请让我自己做主好不好呀，二哥？桑榆，这次裴公子一定会受牵连，你跟着他肯定会受苦。二哥，比起危险，我更害怕离开。我怕这一离开就是一辈子。你才18岁，你怎么能说这些？二哥，你不过也才25岁，你怎么就能算计得过徐伯君了呢？二哥，我已经不是得在你身边那个什么也不懂的小屁孩了。这10年，不仅你长大了，我也长大了。你能不能别总小看我呀？你即使不相信我，你也得相信你自己啊，是吧？我可是你老狐狸的妹妹，小狐狸啊。长大了。怎么样，嫂子？放心。哇，嫂子，这次多亏有你在。就我二哥那倔脾气，这次脾气能这么好，答应让我留下来，多亏了你。其实是你哥心疼你，他看你认定了裴少帅，当然不会为难你了。他就是嘴上不说。嫂子，虽然我嫌我哥烦，还总跟他吵架，但是这一想，以后能见的次数越来越少了，我其实还挺舍不得的。你要是想你哥了，就多打电话回来。你照顾好自己。哥，这是裴家女中的入学申请，我去学校帮你办好了，你按时报到就行。哥，不是，这怎么这么快就办好了？嫂子，快看看。小四，哎，有几件事我必须给你交代清楚。第一，说话做事一定要格外谨慎，遇到不能解决的问题，立马给我拍电报，不能鲁莽行事。第二，跟那小子相处的时候注意分寸，不能单独进入他的房间。第三，不许留宿督军府。我回到上海，马上给你学校打电话核查情况。哥，你怎么跟个老头一样啰里吧嗦？再说了，这又不是监狱，
你用得着像看犯人一样吗？我还有没有点自由？当然有，在我允许的情况下，你做什么都行。嫂子，小四，既然你选择了他，以后的路绝对不会风平浪静。值不值得，你自己心里最清楚。哥要说的是，以后谁要是欺负你，回到哥身边来，有哥在，不会让你受委屈。二哥，哥，谢谢你。父亲，父亲，儿子不是故意违抗您的命令。什么都别说了，你能平安回来就好，啊，回来就好。我现在抄经诵经，无关于身轻，这心里呀也就平静了。真应了那句古话：“福兮祸所依，祸兮福所倚。”若不是经历了这场风波，我恐怕还睡不了一个安稳觉呢。来，儿子。咱们坐这儿。父亲，怎么突然信佛了？啊，我们徐家能走到今日，也是做了不少孽。虽情非得已，但我这心中始终是有愧的。我每日诵经素食，以求忏悔。即便是得不到世人的原谅，也求个心安。父亲，您大半辈子都在争斗，殚精竭虑，夜不能寐。要是这次下野能让您回归平静，倒也是因祸得福。是啊，当我知道你被裴军围困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富贵权势都是过往云烟。如果能保我儿平安，别说这督军之位，就是要了我这条老命，我也愿意。父亲，你先早点歇息吧，我还得回房抄经呢。啊，哎，早点休息，啊。少帅，大帅怎么突然信佛了？父亲变了。也许他并不是我想的那样。回来了。督军，前线2个师伤亡过半，
回来的路上又逃走了1000多人，最后回到越城的不到3000人。罢了，人各有志，随他们去吧。是属下办事不力，还请督军责罚。我责罚你干什么呀？大势所趋，非你一人之力所能挽回的。起来吧。若不是你及时查到裴勋刺杀光耀的丑事，我们还不会这么快逼裴勋就范。你不但无错，而且有功。督军，我们这次一败涂地，罪魁祸首是他谭玄林。此人不除，我们永无宁日。站住！带走！你们想干嘛？放开！放开！走！哎，别动！带走！走！司令，吴副司令发来电报，说司令部查出了不少徐伯钧的奸细，火车站的几个人也抓起来了，现在还在继续排查当中。进去说。你俩在看什么？这些都是从函谷关逃难过来的难民。裴勋和徐伯钧开战，周围的县城都空了。北边有裴勋的部队，南边是徐伯钧和革命军对峙，他们没有地方可去，只能逃往上海方向。都怪我。是裴勋和徐伯钧不顾百姓死活。我逼徐伯钧下野，就是为了保住我自己上海王的位子。徐伯钧和裴勋交战，是为了保住他们自己的地位。我终于明白廖先生那句话：如果有一天我坐到了徐伯钧的位子上，可能会变得和他一样。哎呦，老爷，哎呀，医生让您卧床休息，您怎么起来了呀？孩子回来了，我要去接他。哎呦，不行啊，那块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，您这身体怎么能吃得消啊？哎呦，老爷，您坐下歇会儿啊。孩子一个人在外面出生入死，我没能帮得上忙。现在孩子凯旋了，我要去接他。老爷，您这……司令，老吴，一路上还顺利吧？很顺利，多亏了你和老夫。好。
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我的女儿长大了，有勇有谋。我们回去吧。具体的我们回去再说。小心！老爷，伯父，伯父，医生，叫医生，叫医生！伯父，呼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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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伯父，谭司令，伯父，我把婉清交给你了。爸，别说话了，伯父。婉清，有谭司令护着你，爸爸放心。到了那边，我会和冰清、远航一起，等着和你们的细交。爸，伯父，你先别说话了啊！爸，老爷，爸，你醒醒吧！对不起啊，都是我不好。那2个刺客明明是冲我来的，可是没想到，不怪你，不然爸爸也不会把我托付给你。婉清，婉清，我不想再等了。我想每时每刻都陪在你身边，保护你，照顾你，一刻都不让你离开我。我们结婚吧，完成你爸爸的遗愿，好吗？可是爸爸才刚走，我还在守孝。我知道，穆伯父的仇我一定会报。但是他也说了，在那边等着喝我们的喜酒。我们别让他等太久，好吗？司令，那个下人的身份已经查到了。谁？是越城人，应该是徐伯钧的手下。我就知道是他。在北京的时候有日本人护着，我就没干掉他。这次我一定要杀了他，我就杀了他！不是，司令，你干什么？我要去杀了他。他能乔装去北京，我就不能乔装去越城吗？这次我一定杀了他！司令，你冷静点，穆老板已经死，徐伯钧肯定有了防范。谭司，你给我滚开！今天谁拦我都不好使！不是，司令，司令，那杀了我之后呢？你还能活着回来吗？爸爸才把我托付给你，你现在自己就要去寻死。你说好要娶我的，你现在就忘了吗？我没忘，
我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亲人了。要是你都不在了，我就什么都没有了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不会了，不会再让你担心了。对不起。10年前的仇我们已经报了，这一次迟早也会报的。好。接婉清和谭玄林的时候遇刺的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少帅，你要的资料。徐冉在吗？好几天没见着了。我们排查了穆家所有的下人，目前没有发现可疑的。看来只有婉清在外出的时候派人保护还是不够的，家里也不安全。让老夫挑几个靠谱的兵，进驻穆家，一定要保证婉清的安全。哦，对了，廖先生刚才来电话，他昨天已经从北京到达上海，就住在理查饭店。他说想约您抽空一起见个面。好，这次能扳倒徐伯钧，多亏廖先生帮忙。你帮我告诉他，我处理完穆家的事，立马去找他。哦，还有，香港那边来电话，说是穆婉婷买了回上海的船票，并且胳膊上还缠了黑纱，应该是要回来奔丧。我答应过闵大成，会关照他。如果他真的只是回来奔丧的话，不必为难他。这次本来很有希望得手，谁知穆老板横插一杠。穆志远这把老骨头，他知道自己活不了多长时间，所以他就一命换一命，想给穆婉清留个靠山。谭玄林这小子拿下了裴勋的委任状，又拿下了穆婉清，难不成这上海成了他一个人的天下？督军，您看我这次要不要亲自再去？不，谭玄林一定要除掉，但不能由你出手。我现在辞官下野，闭门思过，就是为了挽回我们徐家的声誉，以图东山再起。如果你这次失手，裴勋肯定会拿来大做文章，那就前功尽弃了。那我们就眼看着什么都不做。其实还有一个人是最不希望看到谭玄林得势的。把这封电报发出去。是。父亲，您看今天的报纸了吗？哦，正在看。没想到穆公遭此大劫。虽说穆远航之死是我无心之失，但是如今看到穆家人丁稀少，只靠一个孤女勉强支撑，我心中也是有愧啊。穆世伯早已将产业都交给了婉清打理，自己常居法源寺，每天吃斋念佛，与世无争。这个时候，谁会派人去刺杀他呀？穆公把持上海多年，得罪的人也不少，也许是有人找他算旧账，啊，这也说不定。父亲怎么会想起抄经文呢？我曾经对不起穆家，只想抄几篇经文，以求心安。
山下先生，日本人。我刚才看徐远急匆匆的出门，是有什么急事吗？哈哈哈。我让徐远给山下先生发个电报。我们素来与日本人毫无往来，这个时候找山下纯一做什么？这也是无奈之举啊！如今裴勋把持北京政府，将我徐家的军队打入另册。这几天师长们接二连三地找我说军饷不能足额发放，我们跟穆家的关系已经破裂，不找个钱袋子傍身，这10几万的军队如何维系啊？所以父亲，您是打算和日本商会合作吗？不过是各取所需罢了，能不能成，还两说呢。